听说你把老板撵出公司了？老板说让我们把公司当家呀。老板看我们下班就走，就让我们多加班，把公司当家嘛。他今天早上一来，把公司锁也换了，把老板给锁外面了。老板都说了，把公司当家了，那我不想让他进我家咋的了？那也不应该躺着上班吧？那我在家就这样啊，都到家了还装，那不是表里不一，这欺骗老板吗？涛哥，我提前下班了，走吧，你常回家看看。我们现在每天上班，该打牌打牌，该追剧追剧，确实是没有以前上班那种紧迫感，确实有一种家的感觉。我把房租都退了，感觉住在公司比租房子舒服多了，是吧？都这么玩，你们还怎么赚钱？赚什么钱？没钱了去财务那儿拿呗。之前就是跟公司太见外了，那领工资还得按月按号的，那都自己家的，没钱了拿就行。涛哥，我钱花完了，去财务抽屉里抓一把。他要没现金，你用他那电脑转账。你自己家的还客气啥？你们这么做不怕老板回来生气吗？回不来了，他把老板办公室租出去了，就为了彻底贯彻把公司当家嘛。接下来他还准备把办公区改成电竞区，把会议室改成棋牌观影室，前台整成足疗区。你们准备的还挺周全的。这还有洗浴区，你工作累了还可以搓澡。你搓一个吧，我安排。够了吧？涛哥，这吹风机有没有人？用我这个来买一个。这就是你的不对了，你给每人都买一个，走公司账，去买去吧。毕竟是老板的公司，你们这样是不太好。我们这也算帮老板实现愿望嘛。现在同事们关系都非常好，不是一家人，胜是一家人。老板，保险柜密码多少？你的家里不允许私藏小型钱。一声套，你放我进来！咱们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太对不起老板了？怕啥？就当啃老了，闯个锤子地溜。你们公司怎么现在都不工作了？那老板说了，让我们做自己最擅长的事儿。老板看我们业绩不好，说再看不到我们的长处就要辞退我们。这不今早同事们都带着家伙事儿来了吗？有擅长健身瑜伽的，这还有擅长下棋的，还有擅长玩游戏的，就是没有擅长工作的。这些看着都跟工作无关。这就是我们最擅长的事儿啊！你不把看家本领拿出来，那不是表里不一，欺骗老板吗？又老八，我就说这阵容你不擅长。伟哥，你过来教教他，让他擅长擅长。你们这样，老板回来不会生气吗？他回不来了，擅长打小报告的同事已经把老板举报了，他现在正在接受调查呢。不过不回来也挺好的，我们现在工资水平也上来了，基本上人人都涨了。私自多领工资不会被发现吗？财务擅长做假账，都沟通好了，拿多少看我们心情。回家试试。喂，别吵了，他占我地方。你不绅士，让着点女同事。怎么了这是？他们总这样，擅长瑜伽的跟擅长健身的，经常因为场地问题吵架，非常伤和气。下一步，我准备让擅长装修的同事把会议室改成瑜伽室，避免这种情况。你们这样做是不是太放肆了？那我们这也是谨遵老板的遗言啊。老板走之前最后一句就是这么交代我们的。干啥？这电脑有用吗？没用我收走了。啊，你放。你擅长倒卖，你拿桌椅板凳。工作了吗？有啊，总有那不合群的。擅长工作的在那边。被我们孤立了，他擅长的方向不对。刚才过来说老板没事，又放出来了。擅长打小报告了，叫上财务，带着账本再去一趟。露头就秒啊！我发奖金，同事非让我请客。那点完菜，我一看那账单比我阳寿都长，在那一屋子同事等着我结账，我都不敢回去了。同事这么些年，以前一直觉得挺抠的，没想到这次这么大方。以前确实是我们误会他了。我就说涛哥不是这样人，我一开始说就请我们组里的，结果全公司都到了，没见过面的都来了。这么多年我就没见人这么齐过。哎，大爷，你不在家看门，你咋来了呢？群里喊我来吃饭，我也没喊。他请客吃饭这事我发公司大群里了，我不寻思人多能热闹热闹吗？你看他常年请病假，这次知道他请客吃饭，现从住院部跑出来的，多有诚意。哥们儿，我刚才就想问你是哪的，没见过你。我2年前离了职，属于前同事啊。来的人确实太多了，就没想过什么办法吗？这我给饭店前台塞了个红包，说他们要是点到贵的菜就说没有，结果他拿钱不办事。他给我塞了个红包，上来就要奥龙、帝王蟹啥的，可能装了，我都说没有了。那怎么还花这么多钱？他们扫码点的。你也不要太心疼，反正发了奖金。这奖金一共才500，吃饭多少26000，反正我是不请了。这小子好不容易请回客，我们也不敢点菜抠搜的呀。你要不是不给他面子，你说是不是？来，上。不喝了，最近喝点饺子，不敢喝了。你那是尿酸高不足吗？我去拿那个3段尿酸仪测一测。新升级的研碳电极失调，等10秒尿酸和血糖结果都知道了。蓝牙智能传输，自动识别配对手机，智能记录检测数据分析。3诺420世界痛风日活动期间，3诺 EA19 尿酸仪全年超优价5折起，还可以抽终身市值免单福利大奖。你自己这身体你得注点意呀，海鲜你就别吃了。服务员，给我打包2只帝王蟹带走，我不爱吃。他们又加菜了，我不管，这饭我不请了。
爷，好好演练。哎，涛哥来了，哎，咱们一起见涛哥。我要是说我钱没带够，你们还信吗？哎，吃饱就走啊！你别走。别，我身体有点不舒服。和同事说好了一起离职，结果老板来了以后，他们一个屁也没放，就我跟老板提了，他们啥事没有，我让老板开除了。我们当时也震惊了，那愚人节目我们寻思跟他开个玩笑，开心开心，他怎么还玩真的了呢？我这人玩的就是真实，他们开玩笑把我工作打进去了，我不喜欢开玩笑。既然是玩笑，至少应该说一句愚人节快乐，让他知道你们在开玩笑。我们说了呀，都说了，说了，离职书签完了才跟我说的愚人节快乐，我工号都给我消了，我还快乐，我快乐个鸡子，我快乐。说的确实是晚了点儿，主要是我们也没寻思效率这么高啊。老板早上刚进门，他啪一下拍桌子站起来，就说自己不干了。他当时老板反应也快，握着他的手说一言为定。你这种情况我们也无力回天呐。我看他们都低着头不说话，我就知道我上当了。这愚人节让他们过的，咋了？又让人开除了？愚人节嘛，让人愚了。小鱼人。离职这种重大的事情还是要慎重考虑的，不应该因为同事的话贸然决定。那他们天天喊着要离职，谁知道关键时候掉链子？这多正常啊！很多同事天天吵着不干了，不也照样月月拿满勤吗？那我也没寻思他真信了，这样我们只能祝福他了。哎，涛，先别走啊，花5分钟的时间把工作文件交接一下，我们要用。交接你？那骂人的。就给5分钟交接，这也是愚人节的一环吗？那可不是啊，我不管，他们把我工作弄没了，他们必须负责。先别急，今天愚人节，万一老板也是在跟你开玩笑呢？虽然我辞退了小涛，但是本着对员工负责的精神，我已经为他找好了下一份工作。什么工作？是关于人体表皮污垢学的研究。能说通俗点吗？搓澡的。你怎么在公司穿成这样了？这是我要演的角色，公司晚会要排练节目，我表演一位大爷。还有这种角色吗？有，我跟老板说我也想演，他跟我说你演你大爷，你演。哎，那可不是老板不让他演啊！去年晚会他就上过，那演完就上后台说领导闲话，关键他那麦还不摘，还带着我一块唠，那全公司净听我俩搁那骂领导了。后来老板差点没给我开了。那次是个意外啊！到后面我将功补过了，我擅唱了一首歌，还跟前排的领导眼神互动，领导高兴的都拍桌而起了。那唱的丑八怪呀，这丑八怪耶，知道听过没？关键他一边唱还一边往人脸上凑，还点人名，哎，一首丑八怪送给王总，那整的那公司领导脸黑的跟包公似的。他们就是想太多了，老是误会我。其实我很实诚，我自掏腰包谋划了抽奖活动，1等奖能赢100万。你有这么多钱吗？你不要怀疑我的实力。是啊，那同事们都上去抽去了，这结果到时候我一看，这不2块钱一张的彩票吗？关键这小子抽一次要我们10块钱，他自己净挣8块。我这回我说啥我都不带让他上台的。今天晚会我是指定不带让你上的。小涛这么努力，能给个机会吗？哎呀，谢谢闯哥，但我还缺几个伴舞，你给我找几个女同事给我当伴舞呗。我上哪给你找伴舞的？我跳行不行？行吧。小涛非要登台献艺，你会同意吗？都是老同事了，我也不能打击他的积极性。我准备和他一起给同事们演一场真实的戏。什么戏？苦肉计。怎么把公司祸成这样了？公司连夜搬走了，把我丢下了。那俺们搬家了，他平时搁公司无恶不作的，那老板跟同事都得上个遍儿。这样公司要搬走了，都没人愿意告他。你这你赖谁呀？那他现在不搁公司，俺们上班心情都好多了。那早上公司放了挂礼炮庆祝，同事们就这么讨厌他吗？那可不，那同事们都投过票了，全票通过，就一致决定不告他公司搬哪儿去了，就为了离他远点儿。那老板知道吗？老板发起的投票。我觉得这是老板对我的考验，我挺好的，就是有点想同事们了，我会怀念他们的。你这是为了缓解我的孤独，我摆上了老板他们的照片，看着这些照片，他们就好像仪容满载，我就不孤独了。时刻提醒自己，我不是一个人。你好像还挺开心的，在这里办公，你不觉得太简陋了吗？斯是陋室，惟吾德馨啊！有他们陪着我，我也不孤单。你别看这里八面漏风，但同事们都走了，整个公司都是我的。结合这种现状，我准备给自己拍一部电影，就叫《独行办公室》。小涛不在公司了，会对公司有什么影响吗？这么跟你说吧，公司失去了小涛，就像鱼失去了他的自行车，能说具体点吗？毫无影响。小涛给你发滴滴。老板，那车间队开挖掘机进来，把你俩照片挖走了，我该咋办呀？听说你把客户气跑了啊？那客户信佛呀，那老板一寻思，你看那小涛一天神神叨叨的，你这不专业对口吗？就派小涛过去接待去了。结果老板还是失策了，给客户派了个神过去。这场应酬我强项啊，他不信佛吗？我就先带他去了教堂，一块祈祷我们生意顺利。我真服了，那他妈教堂跟佛祖能是一个单位的吗？那客户进去一个劲念经跟佛祖道歉呢，那人家信了半辈子佛了，差点让小涛给墙角挖了。反正都是信仰啊，就当串门了呗。再说我也挺细心的，我只让他吃素菜，酒都没让他喝，各方面都挺照顾他的。
啊，是去吃素了。他点了盘辣子鸡，自己把鸡吃完了，给人剩盘辣椒，还跟人家说施主干了这碗辣椒，保佑咱们生意红火。那也不知道是辣的还是气的，给那客户老脸整通红。我这叫投其所好啊，都是商业战略，他不懂，就是嫉妒我。我下午还带客户去唱歌了，我唱的都是他爱听的，拿手的青藏高原我都没点。他唱了一下午大悲咒啊，那唱着还对那客户拜上了，那客户差点让他给超度了。我当时看他脸色不好，就拿出了我的杀手锏，把我珍藏的开过光的字画送给他了。方便展示一下吗？这好像是迪迦吧？都差不多，我给老板也送过，效果都挺好的。拉倒吧，那客户得亏信佛，要非把你杀生了，你个傻！小涛把客户气跑了，你怎么看？都是老同事了，我不怪他。小涛也是出于好心，只是对信仰缺乏一定了解。老板你真温柔。我准备送他去感受一下信仰的力量。送去哪儿？上西天。别，老板别！你为什么躲起来办公？啊？昨天开会，老板说最近公司效益好，要整体给我们涨薪。这不挺好的吗？那小涛站起来了，说我们加班努力不是为了钱，给我们涨薪就是侮辱我们。说的老板惭愧的收回了决定，他凭啥代替俺们呢？同事们现在一看到他，拳头都攥起来了。小公司挣点钱也不容易，你得为公司的长远发展考虑。那公司倒了，不是啥也没了吗？你得分清一顿撑跟顿顿饱的区别。那我们在这4、5年了，那也没饱过呀。我们熬夜加班1个多月，老板好不容易大方一回，让他给挡住了。那咋的？好人都让他当了，我们当冤种啊？钱这个东西够花就行，我觉得当前的工资水平就足够了。方便透露一下薪资吗？我1个月2500，房租2000，然后还能剩500存下来。那你吃饭不花钱吗？不花，我蹭同事的。你听着没？平时蹭吃蹭喝，关键时刻还敢我们下黑手。我他妈真想给！昨天我也是说到老板心里去了，我这又拟了一个建议书。根据我的调研，除去日常开销以后，同事们的工资还有下降的空间。我准备给老板提议降工资。你就不为同事们考虑吗？考虑了，平时假期跟周末的花销是大头，如果取消假期跟周末，大家没时间花钱，那工资也就够用了。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挺善良的？勿以善小而不为。他这么跟你说的？我他妈今天非把房主挖出来！老板怎么看待小涛这件事？计划书我收到了，小涛的想法非常超前，但与我的想法不谋而合。我准备明天就开始执行。老板，同事们把我围起来了，我该咋办？没事，小涛，报工伤。听说你把同事全关门外边了。啊，那小涛非要干副业，正好这2天保安大爷不请假了吗？那老板就让他上来，还封他为皇家护卫队，简称大黄。说明老板看好我，他夸我这是物尽其用。物尽其用是形容人的吗？我怀疑你侮辱我智商，你小心点，你别拿我气质开玩笑。就他那个气质，像上司喝了假酒犯癫痫似的。第1天上班给同事全拦外面了，说没有证就不让进，工作全耽误了。你这不给公司使绊子吗？我看门就是严实，老板说好好干就奖励我，我悟了，我要带刺儿。以后我只要员工证，不要脸，没证的天王老子都不行。你证件滚！那你放根葱在那，人也得看2眼呢。他是连根葱都不如，没那个能力还非得装，他像个泥鳅似的，沾点海水就拿自己当海鲜。刚才那个气质不出我之下，一看就是好人，我相信我的眼光。你不看门严是吗？那人咋放进来的？看走眼了，闯杆老板彻底不理我了，我这皇家护卫队还能干呢。滚！别问我。你怎么看待小涛的失职呢？都是老员工了，我也不好说什么。我有这样的员工，压力很大，怎么办呀？你看，他都说了，他有天赋，但不适合我这里，我应该送他去更广阔的天地。我自掏腰包送他去警犬训练中心，让他去训狗吗？让他背狗训。听说你把公司客户气跑了。啊，那老板请客户吃饭嘛，小涛非要跟着去，进屋就开始先钱给客户递烟。他请上道了。他上啥道啊？那人客户都说了戒了，省钱。那小涛不干了，非要让人多抽2根，说少活2年一样省钱。我是顺着客户话茬接的，非常标准的应酬，我觉得没问题。而且我还把我舅老爷养的甲鱼给带去炖了，给客户尝个鲜。那本来是好事儿，他嘴笨呐，那客户也没吃过，就问他：“你这玩意儿我们是吃肉啊，还是喝汤啊？”那小涛就说：“喝汤，王八就是喝汤的，你们快趁热喝吧。”这谁能喝得下去呀？我只是输在了表达上，这么好喝的汤，客户一口都没喝，就是不给我面子。那最后客户怎么样了？成别人家客户了。老板现在不回我消息了，传哥我有点怕。你拉倒吧，老板怕你还差不多。现在他看着你就直哆嗦。那我准备将功补过，给老板想了个新的项目。传哥，你帮我把文件转发给老板们，他把我拉黑了。方便展示一下什么项目吗？这是常用的杯子，把在右边，左撇子用着就很不方便。我发明了这种把在左边的杯子，专门给左撇子设计的，就非常人性。得亏老板把你拉黑了。你为什么被孤立在室外办公？
那同事们现在离我越来越疏远了。俺们给他撵去的呀。那他现在已经是老板的眼线了，看谁不认真工作，直接就告诉老板，你这行为你不走狗吗？那同事们没动手已经很仁至义尽了。这么夸张吗？那可不嘛！你看看，来，人在做，涛在看，这贴着威慑着我们的吗？在其位谋其职，在我的监督下，他们效率比以前高多了，都没人敢摸鱼了。我那都是公事公办。他啥公事公办呢？那天老板开会，他告诉老板说我嘴角向下，不开心，对他有意见。那我这嘴角就这样，那我有啥招啊？你这不公报私仇吗？我监督他们也是为了他们好，让他们少摸鱼，多干活，微笑面对工作，别整天耷拉个嘴，省得老板哪天看他们不顺眼，再把他们都给开了。李闯，你取外卖时间有点长，你下次注意。他这样多长时间了？有一段时间了。现在我们上厕所，他直接蹲门口开始给俺们计时，就3分钟，晚出了1秒，直接就给老板打电话说俺们摸鱼。你说他得嘚成啥样啊？他说的太夸张了，我觉得我还是挺人性化的，我给他们留够了充足的如厕时间，女同事有特殊情况的还允许加15分钟。那老板怎么看待这种行为？老板我不知道，反正就他这种走狗行为，我这辈子我都看不上。呸！我完全不能理解那些骂小涛是走狗的同事。在我眼中，小涛就是一个为老板挣钱的好员工，骂他是狗那是在侮辱他。我就准备给这样的员工升职加薪。来包茶叶。好的，老板。那我呢，老板，我能干点啥？听说你把老板害进医院了。老板应该感谢我。那老板要减肥，说谁能帮他减肥成功就给他涨工资。那小涛一听，咔站出来了，拍着胸脯说1个月让老板脱胎换骨。效果如何呢？唉，进医院了。你现在办公室里面数我对数，我肯定最有发言权，而且我曾经一天瘦了5斤，我本身就是个成功案例。这么厉害？那他那5斤也不是瘦的呀，回家搓了个澡掉了5斤，给下水道都干堵了。他那也不是减肥呀，那不蜕皮吗？关于减肥，我还是挺千方百计的。减肥得从饮食开始，我给老板亲自下厨做了减肥餐。你给老板吃什么了？我用小区楼下野草捏成泥儿给老板蒸的绿色馒头，天然无污染，一般人都吃不到。他那玩意儿整的绿油油的，比那石头都硬。那老板也是真敢吃。你再说那边都是遛狗的，你说那个野草能干净吗？他这担心的就多余了。我撒了洗衣粉。你采完野菜洗手了吗？会吃能瘦，我知道，不过我的方案效果不也很显著吗？老板最后不也掉秤了吗？那能不掉秤吗？搁厕所窜了3天，站都站不住了。那医生看了都直叹气。那老板没有怪他吗？我不怪小涛，我反而要感谢他，是他提醒了我，减肥一定要科学适度。我现在感觉活着就很好，生命很可贵。老板，你从医院回来了，尝尝我改良野菜馒头。哎，来的正好，跟你谈一谈找工作的事儿。别来，老板。听说你跟对象打起来，都闹到公司了。啊？不是打架，他是单方面挨揍。那女的左勾拳接个铁三铐，右边腿再跟上一个手刀，那连招比我打格斗游戏都丝滑。我那是让着他，他太野蛮了，我不跟他一般见识。再说谈恋爱哪有不受伤的？那相爱相杀的爱情故事还少吗？人家是相爱，那他俩是真杀呀！那下的全是黑手，同事们都不敢上去拦，不知道的以为他俩搁那签生死状打擂台呢。情侣之间为什么会下手这么狠呢？他上来给了我一巴掌，我试着没啥感觉，就关心了他一句，他就开始用全力了。你怎么关心的？我跟他说你是不是没吃饭，他就开始薅我头发。那本来人家也没打算真动手啊，你这一句话给人整的超常发挥了，他挨揍不活该吗？你俩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动手的呢？我听他说要找对象，当时就极度愤怒的掐了他的胳肢窝，他就开始追杀我。胖哥，我觉得我可能是失恋了，肯定是误会人家，赶紧给人道个歉吧。我是个有尊严的人，他都这么对我了，我也不惯着他。为爱情卑躬屈膝不是我的性格。好，你是哪儿去了？宝儿，我错了，我现在就回去。你打我打的手疼不疼？要不我给你揉揉。小涛他俩的事儿，我早就知道是个误会。我女朋友最近也经常受他的气，但是我根本就不会去在意。老板，你女朋友发朋友圈跟一男的官宣了。啊？听同事说你提新车了。你小点声，我怕他们嫉妒。嫉妒是啥？嫉妒是油耗低呀。那提个2轮的28大杠，那骑起来跟交响乐队似的，那俩轱辘走的方向都不一样，那随时解体的玩意儿谁嫉妒啊？反正我骑着没问题，你走街串巷比骑车都方便。我都跟一个女同事约好了，你下午驮着她去郊外兜风。他知道你的车型吗？还不知道，我准备给她一个惊喜。respect。小涛一天未归，你不担心吗？我担心他啥呀？他出事不必然的吗？那女同事我俩认识，他一个人就能让电梯超载，就他那自行车一屁股上去，直接给他坐上2维的。康哥，我车抛锚掉沟里了，大梁也断了，你来帮我拖一下车呗。走吧。胖哥，我人回来了，车还在野外。我拉你回来已经仁至义尽了啊，还要啥自行车啊？能看出来小涛和这辆自行车情感是比较深厚的。他那自行车拿2个后挡绳跟他舅姥爷换的，那车比他岁数都大，除了铃铛不响，剩下哪都响。弄修修还能骑。你要那破铜烂铁干啥呀？上路送人头啊？那女同事呢？还在沟里。
对于小涛的高危自行车，老板怎么看呢？我能理解，年轻人嘛，喜欢刺激冒险很正常。我已经自掏腰包为他买了一份保险。您真是个好老板。受益人是我。